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再收一根十日星，受中美谈判预期的影响，市场整体情绪乐观，部分个股出现提前走强，但指数还没有出现方向性的 K 线。在中美谈判出现实质性利好之前，阿哲觉得更应该关注个股的交易机会，而观望指数的方向。但在周五之前要做好减仓或者是获利兑现的准备。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9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讲解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通过纳指的浪形，我们重申一下最近的浪形的观点，以及通过日内撑压，告诉大家今天市场的指数在日内它的支撑和压力究竟是多少。而后会讲到个股解析方面，我们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皮尔提亚、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个股标的。在这些个股当中呢，和往期不太一样，阿哲加上一些色块，可能会更方便大家去提前了解。图中的绿色块代表阿哲在近期会寻找该个股的短线多头机会，那么灰色块呢，代表目前阿哲在关注它的多空之间的选择。红色块则说明阿哲在寻找他的做空点机会。以上色块代表阿哲在短期内会去重点关注的个股标的，而其余个股呢，阿哲最多进行解析，可能不去参与其中的交易。希望这个改动能够让大家更加清楚，或者说更加直接的看到阿哲对于当下某些个股的观点，或者说对于其中它的方向的一个看待。当然，具体的一个交易的环节，我们会在具体个股解析当中去讲解。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这里阿哲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阿哲的视频解析的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比较长。如果您不太喜欢观看长视频，或时间呢比较忙，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这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视频当中所有的内容，阿哲都区分了规定的时间轴。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就可以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个个股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节省您的部分时间。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浪形解析。那么关于这个观点，阿哲从上周的周六开始，以及周一昨天的直播，我们都有讲到一些观点。这里呢是再重申一次，用文字表述，可能大家会更加明白。第一个就是当前的市场属于五浪的上涨途中，而目前的这个楔形走势呢，阿哲认为它在走一个三浪当中小五浪的结构，所以市场观点第一点就是目前的市场属于小五浪结构。而第二点是，如果中美谈判利好，那么这里应该出现指数的明确的方向性黑线，应该向上加速。那么如果出现强势上涨，那么这里就会击穿这个楔形，楔形的构造就是失败的。而楔形的失败构建，则说明三浪五它不是以楔形斜纹浪的方式去构成，而很有可能当前我们所处的楔形，它其实只是三浪五当中的一浪上涨，二浪回调，目前是三浪的走势。而只要中美谈判利好出现加速，我们可以更确定这一点，它这里是一个五浪当中的小三浪，后续的回撤是为了后面的延伸的五浪去进行准备的。那如果出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中美谈判不佳，或者说股价呢它保持正常运行，没有受到消息面太多的影响，那么向上的上升楔形它的方向往往会选择向下运行。当出现第三种情况的时候，就说明三浪五高点成立，而这个楔形它确实构成了五浪的上涨和五浪的结束，方向选择向下。那么市场会出现四浪调整，而四浪的调整它所对应的调整级别就不是像这一波三浪上涨当中这种调整，而是类似于之前二浪下跌时的这种级别的调整。不过以上观点在推行时我们会去作为修改，其中最主要的修改点就是当下的浪形判断修正，当四浪的调整过深时，那么以上的观点那么将会有所调整，这里将可能不是一个五浪的推行。当然从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阿哲呢一直在强调，如果您想要去关注好波浪理论，或者说想要在波浪理论当中呢有所应用，那么你必须要接受一点，就是浪形它会有所转变。像之前为什么从这个地方开始，阿哲说上涨容易是诱多行情，因为前期价格走到这里，它其实很多时候对应的是前面这波下跌时走的 A 浪的上涨、B 浪的回调和 C 浪的一个上升。所以假如它是一个正常的息浪上涨，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构成风险点。
只是后面中美谈判出现了利好，推进了本次的上涨延续。而目前从2浪低点走到这里，它如果再去看是 C 浪上涨，就有点问题，因为正常来讲 C 浪不应该比 A 浪长这么多。所以当前重要事件就是在本周的中美谈判的结局，它会影响目前3浪5究竟是走延续，还是说以此结束开始适浪调整。所以明白这一点之后，这也是为什么阿哲开头所讲到的指数方面缺少一些方向性的指引，而我们个股上提前走强或走弱的个股，那么在方向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操作。如果以上观点对您能够起到某些帮助或思考，也希望大家可以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感谢您的点赞鼓励、点赞支持。而假如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如果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点开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在有所收获的情况下，也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就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后您点开全部铃铛，在点开全部铃铛之后，那么阿哲未来每一次发布的视频和观点，您都可以第一个收到阿哲的通知，最及时的观看到阿哲的视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小点，有关于日内的撑压。今天盘中我们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并且目前的多空如何去看待他们的强弱和博弈。关于这一点，日内撑压，阿哲是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计算这个撑压点位，并且分享给订阅了阿哲的粉丝同学。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就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去免费接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提醒。我们现在看到左侧的这条信息是阿哲呢在 Telegram 当所去发布的，一般会发布2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阿哲当前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和刚才所讲到的浪型的观点其实差不多一致。而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关于纳指、特斯拉、英伟达等个股在日内他们的短线多空、他们的强弱以及看涨还是看跌。通过这个点位的判断，我们每天都会得到一些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在昨天最新的判断当中，纳指依旧是维持看涨，而特斯拉和英伟达是看跌。那么今天我们的盘前这个观点会不会改变？那么现在阿哲要去讲解。看到右侧，这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有红灯和绿灯的显示。像我们看到有些 K 线底下，它显示的是绿灯，而这一波行情是长时间都是绿灯，就说明阿哲每天给到盘前的那个压力位，每天都被收盘突破了。那么只要日内的压力能被收盘突破，就说明当天的多头是强劲的、强势的，那么能连续保持这种动作，一般说明上升的短期趋势形成。而当股价处于一种红色红灯方向，那么就说明阿哲每天给到的日内的支撑是被跌破的，它就会出现红灯。所以股价如果持续红灯，说明空方趋势比较强劲；而如果是绿灯为主，那么则多方为强劲的趋势。从前方低点上涨以来，基本上以绿灯占据主导，红灯偶尔出现调整。而当下我们在看到最新的行情走势，像昨天为什么是保持看涨呢？因为这里出现了红灯之后，第2天立马转成了绿灯，所以绿灯呢则作为看涨。现在在昨天是无灯状态，无灯状态说明目前在惯性的维持之前的方向，那么之前的方向是绿灯，所以现在维持绿灯方向则是维持看涨。而后我们再看到今天最新的点位，今天的日内预测的高点压力是 19,667.62， 而预测的低点支撑是 19,561.17。 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收在预测高点之上，说明目前依旧是绿灯，依旧多头保持强劲。反之，如果收在预测低点支撑之下，则今天是红灯，那么则再次的进入到风险调整区间。假如依旧在中间，不红也不绿，那么就说明延续之前的惯性上涨，只是这种惯性上涨往往它无法保持太久，因为保持的惯性上涨，它往往说明多头其实会慢慢的衰竭。并且我们要再次去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股价的多头的路径，从前期绿灯后的上涨，它呢能够走这一段距离，它的多头能够保持这种强劲的上涨，到第2次的绿灯到红灯，它的距离在缩短。所以呢，价格走势目前依旧看涨，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动能、它的路径在变短，在缩短。
包括最近的走势也是一样的，每一次在绿灯走完之后，到下一个红灯，它是不是都不如像之前那样有那么多赚钱的效应？而当前就是一个震荡向上，你会发现在绿灯之后，什么时候会出现红灯呢？是不是绿灯之后3、4天后就会产生红灯？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3天、第4天，绿灯后第4天会产生红灯。这是第一天的绿灯，第一天、第二天、第3天、第4天，第4天产生红灯，说明第4天会产生空方的一个反扑。而只要保持这个动作，就说明目前的市场多空之间还没有特别明朗。而我们看到现在，这里是绿灯的第一天，那第一天、第二天、第3天、第4天，如果保持目前的弱势，或者说保持多方的减弱，那么市场应该在最近的2天出现一根阴线，而这根阴线会导致红灯的产生，这是红绿灯的路径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的现象。而假如目前的多头要走强，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楔形要打破，那么3浪5要延长，那么这里必然是打破这种规律，它应该出现一根绿灯 K 线，打破之前绿灯走弱的现象。而如果它没有，反而在1、2天之内又像之前那样出现红灯，出现这种 K 线，就说明当前的趋势还在震荡，甚至如果它今天出现红灯，就说明比之前还要弱，那么这里楔形将会维持，甚至楔形的方向呢会选择向下。这里阿哲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如果您也想要每天盘前能够收到阿哲的盘前短信，能够看到每天个股的红绿灯的点位，那么这里阿哲要提醒各位，您如何能够去领取到这一重福利呢？只要您今天订阅了，怎么去领取？其实很简单，您打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打开之后呢，您会看到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评论。在这一条阿哲发布的评论当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的 Telegram， 而后联系上阿哲的助教。同时呢，您可以发送一个盘前的口令给到他，只要他收到您发送的盘前2字，他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同时您希望拿到每天盘前的盘前短信，他这样的话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去领取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打开评论有点麻烦，有点繁琐，那不利于您观看视频，你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这个感叹号你点开之后也能找到助教，这就是一个领取的方式，应该不会很困难，只是需要麻烦您动动小手指。当然，这里阿哲要提醒一下，关于订阅粉丝同学，阿哲的一个福利可远远不止一个盘前短信，因为盘前短信对大家帮助可能有，但是不会说特别大。阿哲频道呢是专门研究于技术分析和教学分享。如果您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想要更加进一步的学习技术分析，那么仅通过盘前解析可能还远远不够。所以阿哲往往对于新订阅的同学还准备了另外的一些福利和教学。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只是在行情推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及时的能够看到阿哲的观点。但如果您想要进一步学习，那么阿哲更加建议您能够加入阿哲的学习小组，以及呢学习更多进阶的内部直播。而关于以上的这些福利，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都可以免费的去体验，去进行享受。不过这里呢有一些小小的门槛，因为阿哲希望每一个加入这个学习小组的同学都是为了学习技术分析，是真正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所以如果您想要加入粉丝学习小组，您必须要让阿哲知道您属于这样的同学。那你怎么去证明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收听一次阿哲所组织的内部直播课程，您只要收听一次就行。收听完之后，您完成一次阿哲或者说阿哲团队其他老师所布置的一个作业，课后作业，在完成后交给助教批改，只要作业合格，那么就代表您确实有时间，并且您是认真的在学习，那么助教老师就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希望以上的3重福利能够对您的技术分析学习提供一些帮助和助力。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我们本周的课程安排。在上一周呢，我们进行了第1期的课程，讲解了有关在龙头的走势当中，个股的行情分化下，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到某些个股强势的上涨，以及加速上涨，或者说怎么去选到方倍龙头，或者说超级龙头的套利波段。在上周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在本周迎来了全新的内容。本周我们通过形态，
通过量价、通过时间周期、通过趋势的波动来去把握到龙头的各个阶段的走势。所以如果您是上期参与过我们的课程，那么本期呢千万不要错过。而如果您是新同学，之前的课程错过了，那么本期的内容记得认真学习。如果您想要参与我们本周的内部课程，记得找到助教之后，除了发送盘前，您同时也可以发送一个报名。在他收到您的报名之后，在每天香港时间上午10点之前，他会把课程的链接发送给您。这些课程都是非公开课程，不在阿哲公开直播中去进行讲解。希望这个课程内容也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对于目前的指数环境，我们知道它在选择方向。如果往上强势突破，那么楔形则不在，股价将会开始新的一个推动浪的上行。而如果维持平衡，那么楔形向上，一般方向会选择向下。所以在真正的方向选择之前，我们更多的是寻找个股的交易机会。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标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关于特斯拉呢，阿哲最近关注的比较多，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因为这一波下跌，那么对特斯拉，特别是对于他们的老板有些不满，那么因为某些原因出现了大跌，那么甚至有些同学呢没能及时的离场，甚至满仓呢高位被套。但对于阿哲来讲，可能就有一些另外的一面了。因为这一波下跌，让阿哲之前可能看大家不断的做多、不断赚钱的时候这种踏空的心情，因为本次的做空有所缓解，至少呢稍微跟上了一下各位的脚步，那不至于呢在本次的上涨当中完全的踏空，连大家的背影都无法看到。那么这一次特斯拉的大幅下跌回调，至少让阿哲看到了各位的背影还有追上的希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特斯拉会不会存在其他的机会。当前这里呢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空头在这里继续加仓做空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空间上已经有所缩减，进一步做空肯定是要把这一根阴线的低点给击穿，而后才能够延续看到前方这个缺口作为进一步的空间。而如果不是走出这种状态，你要在这个阴线的区间之内去做空，它的利润肯定不是很大，除非你能够把握到的是股价上涨遇到某些压力之会再防守做空，才能够找到比较好的入场点。那么在这根巨阴产生之后呢，我们更多的是获利兑现以及寻找可能超跌反弹的一个时机。在周6的视频当中，我们讲到这一根阳线出现之前，它走的是一个运线。运线你哪怕说想要做多，仓位也上不了多少，因为运线它属于一种中性的 K 线，中性的 K 线组合，它代表没有方向。那么没有方向，你去买入做多和做空其实都不太能够去上太多仓位。但昨天的这一根阳线产生就不一样了，这根阳线的出现它就不是中性的，它属于良性的，相对方向向上的，因为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10日星的高点要高，它是一根看涨吞没形态，也可以说是窗头破脚的形态。同时它构成了运线当中小 K 线的上破，所以股价在这里呢日内短线可以继续的看反弹看涨，它可以在昨天突破之后呢，您可以去买入多单看涨。但这里的利润大家要注意了，它肯定不能一口气看太高，你不能说这里我买进之后我直接看到前高5浪的高点去突破，可能性不大，很难一步到位。这个地方有一个强压力区，因为这一根阴线是巨量的天量的阴线，那么它的高位有一个缺口，加上170的跌破的压力，所以这里往上走，你的空间大概是170日均线附近，最多就是把这个缺口补掉，作为您的一个目标。所以当前只能够看超跌反弹，仓位呢也不要超过2成，整体去把握一个短线反弹就行。除非有一种情况产生，就是今天的收盘价它依旧收在这一根阳线的高点之上，而后出现的是强势的高开高走的阳线，直接把缺口吃掉，同时收盘站在缺口之上，大阴之上，那么可以把你的2成多单升至4成多单，可以进一步的再去往上去看，这是 OK 的。但在此之前，我们依旧关注冲高回落时产生的获利兑现，这是对于特斯拉我们去看到的短线可以把握它的反弹多单。但反弹多单呢，是因为超跌所导致的，上方的压力不太现实，能够一鼓作气直接突破。但假如真的能够一口作气直接突破，那么就说明该跌不跌，那么反要看涨。那
那么强势的突破缺口，那么则继续加仓看涨买进。这是通过空间上我们知道支撑引发的反弹，以及上方的强压力无法一次突破。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看待特斯拉的交易。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图表，在特斯拉的日线上，它的红绿灯我们会看到前期这里出现了一个绿灯，当绿灯之后出现了红灯，是不是它也发生了一种现象？就是价格绿灯后的红灯，是不是这一波走势还有很多的利润？但后续所产生的绿灯红灯绿灯红灯，它就已经是很明显缩短了，这是不是也是走弱的表现？那么在红灯之后，不管如何就要小心了，特别是红灯之后短期不出现绿灯，短期又出现红灯，连续短期接连出现红灯，就要小心风险，而后产生大跌。在大跌之后，我们过了2天出现了超跌反弹，绿灯出现，所以通过红绿灯这里也是一个看涨点，因为它的绿灯表明多头在这天变强，也算是反弹的一个开始，至少算是一根方向性 K 线的产生，结合运线的上破，所以构成一个买点。那么这个买点的问题其实就存在于它的空间上是不太大的，所以你可以看日内，一旦日内遇到上方的缺口，我们说就要小心了。看到下方呢出现了资金的不断的流出，而流出之后呢，这一天是流进的，流进 K 线为方向 K 线，而流进 K 线我们也要注意是不是它要有一根强阳突破，构成低点往上的走势。所以今天的特斯拉呢，你要关注了，它究竟是真的强还是超跌反弹？如果是真的强，在这里不要出现长上影线，在这里应该有一根不错实体阳线，把这一根阳线的高点给吃掉，而且最好是高开高走放量的吃掉。这样的话呢，多单就不用担心，依旧往上去看强势上涨、强势反弹。反之，如果今天股价连收盘价都收复不了这一根 K 线的高点，那么只说明这里它容易当天就是反弹高点。那么你记得及时的获利兑现，甚至呢更加糟糕一点，你可能成本较高的，那么要记得止损了。所以这是在动能和资金上我们要去看到的。今天呢，关注日内的撑压，我们看到今天的红绿灯判断的点位，低点的支撑是295.215，高点的压力是323.195，关注这2个价格。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的讲解。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英伟达呢，还是受制于前面143.95的这个压力，一直迟迟不过。这个压力呢，我们应该有给了2-3周时间了。这段时间内，它一直没能够去突破，在这里一直出现阴线，包括昨天很多芯片个股是不是走势都比较强劲的情况下，它还是冲高回落，收盘依旧不能够突破143.95。目前这种走势，如果它不是英伟达，换其他的个股，可能阿哲要寻找的是做空机会了。不过它因为是英伟达，那么存在资金的一些引领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明确的下跌 K 线产生时，它还在不断新高，那么哪怕收阴，正常来讲也不要随便的去做空了。那么除非这里能够来一根明确的阴线，比如说这样的一根阴线构成强势的下破，或者说强势的顶分型。但哪怕出现呢，也就意味着资金的一些方向，大体的市场指数环境应该是偏差的。那个时候你也不一定要找它去做空，你找其他个股可能会更好。所以英伟达目前受制于这个压力，如果能够突破，基本上继续寻找个股的做多机会即可。所以对于英伟达呢，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向来去观察，但是整体的交易呢，阿哲可能更不太希望去参与其中的一个买卖。所以目前的英伟达空间上是143.95，受制于此处的压力。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表现，在压力位上，我们看到英伟达它的红绿灯是不是前期在上周出现了6月5号周四有一根红灯，红灯之后是无灯的，说明它目前还在红灯影响的范围，也就是说它还在调整的周期。在绿灯产生之前，这里呢依旧属于调整的周期。看到下方的资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方向，它一直保持在0轴附近震荡，所以当前它跟指数的方向一致，属于震荡的上行。不过它不是楔形，它是一个上升的三角形，它的上方有一个起顶，而下方的趋势线是向上的。所以如果英伟达要选择向上，是不是得要破前方的高点？如果要选择向下，得要把这个上升趋势线给跌破。方向性它也跟指数一样，在等待方向选择。下方的资金没有太多参考价值，我们就看到
今天的红绿灯会不会出现绿灯，还是再次转为红灯。看到两个价格，我们看到两个价格，一个是低点支撑142.285，高点的压力是145.34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半导体指数。关于半导体指数呢，最近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170天均线，我们之前说它不太容易被有效突破，或者说它的这种走势呢，它是以做空为方向的。包括前期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是不是都给到一些空单的机会？但最近的这个上涨呢，不太一样了。它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往上突破的2号 K 线已经被突破。那么突破之后，我们看到空间的测算。昨天是直接来到了1倍空间，因为它这个区间比较小啊，所以1倍空间很快就到了，所以你要关注一下1倍空间能不能被突破。这个224.08作为短期压力能够突破，则可以直接往上看到2倍236.15的空间。当前在这一根灰色区间之上，则看多为主，因为它突破了它的高点，那么2号 K 线则转为支撑。未来不管它是往上突破打开空间，还是说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区间，则我们依旧能够往上去看涨。所以只要在这根 K 线之上，我们转为一个相对看多的一个思维，最好底下的170能够在这根 K 线有所支撑的情况下，慢慢的走为上行。当前170还在往下走，所以当前呢，关于整体的一个熊市结构是还没有完全改变。只是在短线上可以看涨，但是中期、长期还是偏空的。你要谨防这里支撑不住而重新跌落。如果重新跌落，本次的突破，那么也就只构成初次的突破有效，后续还是要小心空方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个2号 K 线作为关键的趋势支撑，在此之上的运行，才能慢慢把170转为向上，而后牛市启动。而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做多，但是以短线多单为主。哪怕你不做多，是不是你也应该不要随便开空了？这是目前关于半导体指数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的日线图，在前期的红灯转为绿灯之后，股价出现了一个上涨，而目前的这个上涨，其实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一个红灯。你会发现它的路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在股价红灯转为绿灯之后，它其实就是构成买点。我们之前一直讲过的红绿灯最简单的买卖方式，红灯转绿灯买进，绿灯转红灯则卖出。所以这一次由红灯快速转为绿灯，是不是它的一个上涨利润就比较可观？像前期这里，你呢要小心170的压力，像这里呢突破170，持续往上走，所以前面这里的多单的机会比较浅，这里呢多单的利润就变多了。那么这一波往上运行，你只要关注红灯会不会出现。如果绿灯后立马转红灯就小心，如果绿灯之后没有转红灯，而是无灯或者说保持绿灯，是不是依旧可以往上去看一下2倍的空间？当下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股价的高低点，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今天要看到220.795，高点的压力看到226.075，关注这两个价格。现在我们看到博通的图表，为什么说博通它目前可能面临低点变盘呢？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这一点。为什么今天是变盘？为什么昨天是变盘？因为在上周周六的时候，它已经临近 BBD 的这个下穿，而在周一略微下探之后，它就已经出现下穿。我们曾经说过，股价在上涨，特别是上升趋势当中，每一次的回落，关注流出资金下穿这个环射轴零轴的时候，下穿这一天的低点只要不跌破，就说明它的调整可能结束，低点变盘。关键就是低点有支撑，高点能突破，越快突破越好，那么价格能够再次看涨。而目前的博通又来到了这种情况，它处于强势的上涨，强势上涨当中出现了回落，回落的时候这里是下穿，下穿 K 线为10日星，同时构成变盘迹象，低点为支撑。低点不破之前，你不要再随便做空了。低点如果能被快速阴线击穿，则我们认为这里是顶部的形成，跟之前的回调不一样，它要有更深的调整空间。那个时候是做空者去看待的一个点位。而现在的博通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10日星能不能被尽快的收一根实体阳线给突破。一旦可以，接下来看缺口回补和前高。
那么这是博通低点变盘可能之下存在的交易机会，这也是目前所关注的。它有可能走空方的空间打开，也有机会仿包出现多头看涨机会，再次新高的机会。所以博通呢，目前是阿哲比较中性去观望的一个角度关注的标的。那如果在变盘点后能够出现绿灯，效果就更好。所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走势，那么看到今天高点的压力是246.225，低点的支撑是239.165。当价格今天能收盘突破预测高点，则是绿灯；而顺势反包，那么则作为变盘点和红绿灯的共振买点，效果会更好。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底下的上财童子底下的龙头引力的高位风险，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形成。也就是说，这里呢构成买点之后往上涨，我们可以短线看涨，但是它的高位的风险还是在的，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哪怕最近出现暴跌、快速的下跌，是不是龙头线还是没有下穿？所以当前还在风险的凝聚当中，这一波下跌它还不算是完全的风险的释放。所以后续出现买点之后，我们往上走、往上做的时候呢，也是要走一步看一步，要小心它是一个反弹，也同时要小心这里反弹力度不够，往下跌破变盘点的低点。所以博通这个节点呢还是比较特别的，要去关注好。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昨天也是比较强势上涨的阿斯麦，在连续的震荡了好长时间之后呢，出现了上行。那么阿斯麦有没有可能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呢？我们要关注今天的走势。为什么关注今天？因为价格它出现了一个上穿 K 线，上穿 K 线为高点变盘的可能。刚才我们说下穿 K 线是低点变盘，那么上穿 K 线则是高点变盘。这一个位置突破了左边的高点，而且突破了1号 K 线、2号 K 线这一个区间也被突破了。但突破的时候，它没有收实体阳，反而冲高回落，有那么一定的长上影线，所以还不能够完全的肯定它的突破有效。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一根 K 线来判定，就是这一根上穿 K 线它的高点能够被突破，只要能被突破，说明这里不是高点变盘，结合横向的一个震荡的突破，那么这里将是向上的再启动，而不是高点变盘。假如782.2如果产生压力，就小心了，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假突破。所以阿斯麦呢，我们保持关注。看到今天的红绿灯，前面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红灯转绿灯产生了这一波我们的看涨，不过前面一直是无灯啊，所以比较弱。这一天转为绿灯走强了，那走强之后呢，看一下能不能保持啊今天的低点，看到763.63，高点压力看到788.77，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在发布会之后呢，也是相对保持常态，出现了一个下跌。这个下跌还是比较强势的，冲高回落是一根负阴线，而后底下是放出明显的量能的。所以阿哲认为，结合动能 K 线的红灯转为绿灯，这也是为什么在前期我们的视频，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头我们会标记它为红色方块的原因。它为什么要去找空方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负线，同时是绿灯转红灯，所以当下的这个结构它没有突破左边这根阴线的高点，又再次出现红灯，我们是不是一直要说小心出现什么 K 线出现下跌三法？而这里的负线作为做空点，或者说首次的看空点，什么情况下能够进一步的去加空单呢？或者说大举的做空呢？就是收盘价把前面这根阴线给跌破的时候，亦或者是今天的 XK 线高点在后续产生压力的时候，都可以作为看空者加仓，或者说开始大举做空的一个机会。而在此之前，这一根负阴线作为首次看空，亦或者是做空试错的点。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价格的走势，它红绿灯的变化。今天的预测低点支撑是197.745，高点的压力是203.72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反手直接突破203.725，那么直接转绿灯，那么直接把之前的试错空单止损。而反之，如果继续保持红灯，继续空方加仓。这是以上对于苹果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股价走势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也是负阴线。
同样也是一个绿灯转为红灯，但因为 Meta 的走势整体比苹果强很多，它是属于170均线有效突破，而且提前指数突破走出上行的，所以这里的 Meta 出现了做空点，但是您可以去考虑做一下170的均值的回归乖离的修复，但是阿哲对于这一个至少目前我们要更确定一点，只通过负线和绿灯转红灯，对于强势股来讲，我们最好再进一步确认，比如说它再出现一根红灯，比如说这里明显再出现强势的顶分型，当下是还在新高的，还没有说不创新高所以对于强势股出现这个信号可以开空单，但是要小心仓位呢可能要更低一点。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这一天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那么流进后的流出 K 线和流出后的流进 K 线同样可以作为关注点，它呢可以作为下跌反弹的另外一个压力位，跟下穿 K 线有得一拼。上涨时除了上穿 K 线关注能不能突破之外呢，是不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作为首次可能洗盘的地方，也关注它的低点能不能够支撑，如果能支撑，说明就是洗盘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后续会不会收盘跌破它，跌破它则作为看空点。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高低点测算，低点的支撑688.375，高点的压力是699.62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STR 呢也是标注了绿色方块的股票，前期我们是做过一波这个红灯转绿灯之后，我们是在这一个绿灯的时候看了短线的上涨，但因为它上方有一个区块这个区块是一个下行的缺口，这个缺口呢被压了一次，目前下跌反弹又压一次，所以这是个关键节点。这个节点如果能够突破，就有点类似于小的反转结构，那么这个缺口作为颈线位，价格只要有那么一根实体阳线突破，就作为颈线突破走出再次的看涨，本次的170的均值修复也就差不多了。当这个压力能不能被收盘突破还无法确认，所以目前这个结构我们要关注前方颈线的缺口是否有效突破。不过从价格的走势来讲，这里是红灯，这里是绿灯，用动能 K 线来看，这个位置已经能构成再次的买入，也就是说昨天这根 K 线是旭日东升，它是一个绿灯 K 线，能够构成一个买点。而这个买入点呢，你先看的目标位不要看太大，因为它上方的压力还没过，所以买入之后有赚就好。更加多的仓位应该放在收盘突破之后去买进，而这里只能做短线的反弹多单，仓位还不能太大。而突破之后呢，能够去加仓，但是一下子别放太多因为突破之后呢，它上穿了。只要这里突破，它就一定会上穿。上穿之后，这一根 K 线的高点有机会产生另外的一个压力。一笔之后，如果能突破，再放2到3层作为去博弈或者说1层加1层，那么2层仓，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尴尬这个刚好临近了一个缺口的压力，而且这个缺口呢还比较强的压力所以 MSTR 呢相对来讲可以看多，但是仓位还不至于能够一下子放太多。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价格，今天高点的压力在402.05，低点的支撑在384.86，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在上期视频我们说出现了一个买入信号，但是因为这个买入信号呢，它是红灯转绿灯，不过这个买入信号它属于什么呢？它是一个晕线，所以红绿灯有买点，但是 K 线上呢是不定的，所以可以买，但是也不要买多。那么像昨天的 K 线呢，就属于一个加仓点。为什么加仓呢？因为小 K 线的高点被突破了。那么接下来你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大 K 线的高点给突破。如果这里出现了走弱的 K 线，那么会构成三小顶。如果出现了冲高回落，说明压力有效。那么我们的短线也尽可能要有所减仓，或者说直接获利兑现。关注这个大 K 线的高点能不能够站上，站上则再次加仓。所以这里其实都属于多单开的地方，只是第一次呢不是很有确认点，第二次呢相对方向性明确，而第二次之后呢走到第3个点位的时候有左侧的高点，所以这里看一下，如果它不能很快的去强势突破，说明这里其实要走一个震荡，这个震荡是围绕左侧这根大幅流出资金以及这个运线区间内去震荡。
那么上涨要高抛，下跌不有效跌破则低吸，以此应该是 PLTR， 以此将会构成可能 PLTR 一段时间内的节奏，所以看一下能不能够去突破，如果不能突破，则在震荡区间之内要执行高抛的手法。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今天的预测高点是135.86作为压力，低点支撑128.43作为支撑，收盘如果突破135.86，则走出了这一个高点压力，那么继续的看涨加仓即可。以上是PLTR，我们接下来看到谷歌，谷歌呢是来到了一个节点，之前通过红灯转绿灯，而后我们说可以看涨买进，因为它是一个买点嘛，红灯转绿灯为买点，红灯转绿灯为买点，但这个买点只是买点，它具体的上涨空间还是要看这个撑压来看。之前这里是170，每次红灯转绿灯都被压制了，所以只能做一些短线。这一次的红灯转绿灯，因为离的空间比较远了，所以它呢到170的时候就还是比较可观的。但现在它是突破170的第一根 K 线，突破170的第二根 K 线，这个地方下方伴随着 BVD 的上穿，所以股价走到这里，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变盘点，高点正常，如果不是有效突破170，它应该会有压力。所以股价今天看一下谷歌这一波强势的单边走势，它到这里容易有滞涨，而这个滞涨则是来源于170的突破和 BVD 的上穿。如果这里还能够维持像之前的上涨，直接收盘价又在昨天高点之上，那么说明它真的转强了，170保持向上，重归170的强势。但这个可能性有吗？我们要看一下今天是否真的会如期滞涨走弱了。看到它的预测值，今天的高低点来看一下能不能保持绿灯。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76.645，高点的压力是178.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面我们再看到微软，微软呢也是属于170相对强势的突破，跟 Meta 是一样的。不过目前来看呢，它比 Meta 要强因为它昨天没有出现这一个红灯 K 线，还是保持无灯状态，底下呢离这个零轴还有一段距离，就是它还没有那么容易上穿。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70.685，而高点的压力是175.495。股价如果保持无灯或者是绿灯，那么目前的微软就依旧保持在形成170越来越大的乖离，但是还没有修复乖离的这个地步，至少得要出现红灯 K 线，我们才能够看调整。前面这一个绿灯转红灯走了一个震荡，再次出现绿灯，再次维持上涨。目前看一下有没有可能短期再出现红灯，如果没有出现红灯，就保持看涨，不要把它作为做空的标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还是比较强的，昨天再次的出现了绿灯，而且把左边的高点给收盘突破了。我们看一下底下，它跟阿斯麦呢有点不一样，阿斯麦呢是突破的时候刚好上穿，而它呢是这里上穿，上穿之后突破，所以亚马逊它这个高点变盘的危机就过去了，而且是强势突破，所以目前的亚马逊是可以看涨的。只是阿哲对于亚马逊呢可能做的比较少，那么可能对于亚马逊阿哲平时关注的不算很多，阿哲是复盘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走势有点强劲了，把前面的1和2两根 K 线给突破了。那么目前对于它来讲，它底下的1倍空间去测算还是蛮多的，所以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一下亚马逊多头的机会，这里画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呢作为关键性的区间，这里是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的第二天，以此作为支撑，在此范围之上看涨，而上涨的空间呢以它的低点去往上去测算它的压力，可以算0.5倍、1倍、2倍的空间。当然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区间不被跌破，因为如果突破之后就跌破，那么也说明了这个突破是无效的，不是说它突破这个变盘高点之后就一定突破有效，只是说大概率还是延续强势。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14.93，高点的压力219.9，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台积电。台积电的整体运动前期呢是走了3个绿灯，而后有3小顶，但是3小顶呢没有被跌破啊，所以股价保持向上，没有风险出现。它呢也属于170是有效突破了，它的170突破的第2根是这一根阳线，在突破之后，是不是股价出现了一段时间震荡，而后这个地方出现了连续的绿灯，而后往上去波动？你一样的可以去算一下这个区间的1倍空间和它的1.5倍空间，它差不多是来到了1.5倍了。如果目测没有错的话，目前在昨天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前期的下穿 K 线是它下穿之后有一定的压力，而这一天突破呢是长上影线，所以不能构成有效的突破变盘高点，变盘高点的压力依旧存在。这里要一根阳线实体再次产生，才能说明高点变盘被解除，否则这里再次收下跌 K 线的话呢，就依旧回归到高点变盘的一个预料之中，高点变盘就依旧有效。同时关注一下从前方的红灯转绿灯的买点过后，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绿灯和无灯，那么股价呢最近有所减弱，但依旧是没有红灯的。这里看一下会不会有红灯，如果有红灯，说明目标位到了，股价容易有调整。这里看一下低点支撑是206.435，而高点的压力是209.835，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的价格走势，之前是不是突破了第1根，突破了第2根，2号 K 线保持有压力，而股价在这里震荡，整体在这之下，是不是比前面的几只个股要弱很多？它的170开始是震荡下走为平整，红绿灯的走势，之前的红灯转绿灯，其实它的买卖的信号产生的利润是不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利润。那么最近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这个位置的买卖信号会不会产生利润呢？首先，这个买点它有一个运线的上破，所以这是 OK 的。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有买点后它的空间是多少。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这根 K 线的低位和它的一个高位，是不是它出现了一个红灯之后立马就碰到这个下沿了？所以它这里得要有很强的一个动能才能够达成你的盈利。所以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个运线加上这个区间的震荡，它呢也很有可能跟皮尔 TR 一样会产生波折的震荡。所以这个股票呢，哪怕有买点，可能阿哲也不去看太多它的多方交易机会，除非它有一天能够把这个区间给击破，不然的话呢，它还不如阿斯麦呢。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42.5，高点的压力是43.98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6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继续维持震荡收敛10日新，特斯拉出现吞没看涨形态，那么它究竟反弹能走多高？我们拭目以待。拨通低点变盘是否能够如期产生低点买入信号，我们也继续的观察。以上呢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